如果让我只推荐一个曼谷周边的旅行地，那一定是大城。阿尤他亚大城府，一座沉睡在古老遗迹中的泰国古都，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距离曼谷1小时，是最值得一去的文化秘境。去过2次大城，每一次都让我爱上它更多。第一次参观了著名的马哈泰寺，看到了树根缠绕的佛头，充满神秘与庄严。那查布拉纳寺的高塔让我仿佛穿越时空，站在废墟中也能感受到昔日王朝的辉煌。还有来大城必吃的米其林船面，20泰铢1碗，性价比拉满。这次来大城，更深入地感受这座古都的魅力。走进牙差蒙空寺，巨大的卧佛和庄严的佛塔令人震撼。这座寺庙不仅是热门地标，也是见证暹罗王朝辉煌历史的重要窗口。幸运的是，这次遇上了1年1度的大城文化遗产节，整座城市化身为历史舞台，有传统服饰游行、泰拳表演赛、手工艺展览和夜间灯光秀。这里的美食夜市更是让人惊呼离谱。如果你想要逃离曼谷的喧嚣，1秒穿越泰国历史，沉浸在古老文明与文化氛围中，那么大城真的不能错过。本期继续我们的泰北火车之旅，从彭士洛坐火车出发前往大城，票价168泰铢，全程6个小时。也许是因为越来越靠近首都曼谷，火车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连带着小摊贩的数量也愈发热闹，几乎每到一站就有新的小贩登车。更有趣的是，有些摊贩竟是从对面停靠的列车溜达过来的，他们有的提着饮料，有的端着炸鸡、便当，各种各样小吃零食，吆喝声此起彼伏。车窗外的风景不停倒带，车厢里的烟火气却越来越浓。这趟火车就这样把故事一站一站写进旅途中。买了一个炸鸡腿20铢，哇，打抛饭来了。你买呀，你想吃哪种吃哪种。哦，它的蛋黄还是流心的，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好不好？咋样呢？还行，稍微有点冷。有点冷啊，不是很热。哇，我觉得泰国的火车上这卖的东西花样真的太多了。才有一个卖咖啡、卖奶茶，还有泰茶的。我买了一袋咖啡是20铢。超甜！咋说呢？这个喝上去也不像咖啡，但是真的很甜。现在已经到那个华富里了，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听说华富里很多猴子的那一站。然后华富里过了过后呢，就是大城，已经很近的。我看还有多久？还有可能40多分钟就到大城了。这个华富里火车站好多猴子元素，不愧是猴城。现在终于到大城了，这是我们今年第2次来大城。现在我们已经在车上了，打了个 boat 过去，从火车站到我们酒店那边要84铢。其实我们住的那个民宿的话还算比较近，因为它靠近那个景点马哈泰寺那边，
们的民宿是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应该就是这栋浅绿色的房子，就是我们的住宿。这个我们订的时候是一个自主，就是自助式的入住。我们的房间是201。OK， 我们已经在大城了，然后刚到我们今天这2天吧，这2天晚上在大城住的民宿，然后待会儿呢，我们就会去吃点夜市的小吃，因为今天坐了一天的火车，其实从那个彭士洛坐到大城挺远的，要接近6个小时，而且火车还晚点了一会儿。OK， 那给大家来 room tour 一下这次在大城住的民宿。我觉得它的装修的风格非常的 Airbnb， 就很简单，然后就是一些木质的家具，一个冰箱，一个微波炉。这家民宿非常的安静，而且它是在一个居民区里面，但是它的各种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都还是算蛮干净的，而且很新。然后这个是一个大床，然后这里面是洗手间，洗手间也比较简单，但是也算是干湿分离了。这里有一个穿衣镜，这有一个小的休息区，看一下窗外。其实我们住的就是他们的那种居民区的房子。OK， 这就是我们在大城住的民宿。其实大城的周末的住宿房间的话，价格也不便宜哦。我感觉快赶上曼谷了。像我们住的这种民宿，其实价格还好。如果住酒店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这种民宿的话，一晚的价格是200多，它是全程都是自助式的，没有前台，没有接待，然后自己去拿钥匙入住，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好啦，我们马上要去夜市吃东西啦。哇，我们这个走廊上的风景还蛮好看的，看后面有一棵大树，还有一个类似古迹的那种庙。从我们刚才住的民宿走过来，走出门大概300-400米就是这个很有名的当地人的夜市。但是现在才5点钟，他们才陆续的开摊，而且天还没有黑。然后我们打算先在后面的这一家喝水果冰沙的买一杯牛油果冰沙，才40铢，牛油果奶昔。不错，这个终于喝到一个不甜的饮料。而且本来牛油果在国内就卖很贵啊。我觉得大家来这里买饮料或者点那种冰沙，可以试试牛油果的，都还不错。哇，这个大城的本地夜市超大，而且它不光是卖吃的、卖衣服啊、卖家具，还有卖一些反正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而且它超大。此时我们还没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1年1度大城文化遗产节的会场。在大城，每年12月都会举办一场特别盛大的庆典——大城世界文化遗产节，纪念大城古城在1991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是全泰国最具历史感、最沉浸式的节庆之一。提前预告一下，大城文化遗产节到底有多好玩？整片夜市区直接变身大型嘉年华，美食摊爆多。各种泰国传统美食吃到停不下来，还有游乐设施直接搬进夜市，大小朋友都疯玩一整晚。现场观看泰拳、传统舞蹈，还有古乐器演奏，沉浸式感受鲜活文化。整个古城被艺术笼罩，古装民众齐上阵，氛围感拉满。在古迹前上演历史大剧，灯光、烟火、真人演出超震撼。总之，大城文化遗产节绝对是泰国最有意思、最好玩、最有氛围的文化庆典之一。这个烤肉真的有点夸张，
哇，生腌超多！天哪，这个夜市真的超夸张。他刚才看到那些寿司，全部都是10块钱一个，而且种类超多，还有烤香蕉，还有各种各样我没有见过的美食。他手速好快啊，他太快了，我一点也没加速啊，朋友们。我身后的这个是粉丝堡的，很想吃，但是我刚才已经买了一个章鱼了，没有位置坐怎么办？哇，其实我们刚才点的这个章鱼，它下面有一部分是那个丸子，上面是颗章鱼，这样4个就是100铢。还是挺贵的，在这个夜市上。我觉得这个好吃。我们又在这后面的这一摊，就是卖猪肉、烤猪肉还有烤猪肠的，买了几串，真的看到什么都想吃。它的酱有点酸辣，又有点甜。哇，这个应该是肠吧，还不错，主要是它的酱有一点甜。哇，这个夜市还有摩天轮，天哪！大城夜市，哇，比我们前面几天逛的夜市都要大。我不知道是因为周末的原因，还是他们每天，我觉得可能是周末他们的更多、更大。规模更大吧，看还有摩天轮。这个是啥东西啊？好像是什么糕之类的吧，还是热的？刚才他给我试吃，是那个椰糖的，很糯糯的，有点像那个糯米的那种椰糖，黏黏的啊。这个是地瓜球，哇，甜甜圈自由。才10铢一个，哇，这真的超多东西，我觉得这个夜市太夸张。Thank you。这个夜市真的有够离谱。大家现在把鞋子脱在这里，然后在这里吃烤肉。哎，这个烤肉的价格39.99，149。这个大城夜市这里除了有美食之外，还有一些就是类似这种集市，而且现场还有表演，真的好棒啊！我觉得。天哪，我已经逛了很久了，但是我们还没有逛完这个夜市，我们连右边的那一条都还没有走完。这个是我刚才买的这杯泰奶，它里面还有那种很小颗的珍珠，这一杯是35铢，我觉得比外面要便宜很多。而且我刚才喝了，它虽然说有一点甜，但没有711的那个甜，我觉得还能接受。看了这个79，好像是个自助餐。哇，我们还是在这里买了那个粉丝虾，其实它有几种啊，除了全虾的以外，还可以有鱼肉跟虾或者猪肉跟虾搭配。它最贵的一份是100铢，像这种蟹是170一盒，其实里面感觉有很多呀。哦，然后它这个虾的粉丝煲也不错。
这个粉丝虾真的不错，再配上这个酱汁，我真的这个酱汁特别辣。不要ฝ่ายที่แบบซ้ายขวาซ้ายที่ขวาขวาขวาเอาสวนเอาแก้วขวามานั่นสุดท้ายไอ้ยาพรน้อยวางขวาครับเดินหน้าเข้าไปไอ้พรเตะขวาต่อยขวาปากกดไหนพี่น้องตีใช้เป็นหักเทครับโอ้โหขวาต่อยที่บัตร1-2เข้าไปอันนี้เก่าขวาต่อยที่บัตรขวาแรกแท็กคนละดอกเอาจับพลิก啊，真的好牛逼啊！泰拳，没想到少儿组都这么凶猛。Hello， 大家，现在是我们在大城的第2天，然后现在已经是11点了，我们要先去吃个午餐，然后再去逛一下。上次我们来大城，有几个寺庙是没有去逛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出发。我看到一只，就是在我们民宿这个小巷子里面有一个可爱的猫猫。不知不觉又走到了我们上次3月来大城吃船面的这家店，就是我身后的这家。看这家船面店真的超多人。我们今天不吃船面，我们去吃一个泰国菜吧，想吃点米饭。然后那对面呢，其实就是马哈泰寺跟拉查布拉纳寺。我们这次住的就是在景点范围内。我们3月份来大城的时候超热，我觉得那个季节就不要来泰国了，真的，不管是大城还是曼谷都非常非常热。然后今天就天气超舒服，就蓝天白云的，而且还有风，一点也不热。但是我们今天这2个寺，因为我们上次去过了，我们这次就不去了，我们去其他的。如果大家还没看过我的视频的话，可以看我之前的那期大城的视频，有介绍这家后面那家船面店，还有这2个寺庙以及的大城1日游的攻略。OK， 那我现在继续往我的找的餐厅的方向走。天哪，又是一家没有开门的店，但是 Google Map 上明明显示它在营业中，看来这个地图也不可信。就是后面这家关门的这家啊，那我们吃啥呀？刚才我们去的那家餐厅关门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往前走，看了路上有一家就是人还挺多的一个苍蝇馆子之类的，然后它的菜单是长这样，基本上就是那个猪手饭。还有粉，还有面之类的，价格都是50或60铢。这家吃饭的地方，它对面的风景就是拉查布拉纳寺。它除了那个粉啊、面啊，还有饭之类的，还有一些小吃，就是一些点心。我看了一下，我们刚才点的这个点心有点像虾饺。这样一个小盘是25铢，这个是我点的粉、卷粉之类的吧。它那个粉是那种很宽的，然后肉看上去还不错，给的蛮多的。我这样一份才50铢。现在我在旁边都能闻到一股很浓的那种炖汤的带一点药味的那种感觉。它的点的那个猪手饭为什么跟图片差别有点大嘞？我还点了一个饮料，但是我不知道那个饮料叫什么名字。哦，阿华田，就是阿华田。我这里面还有猪血，
它这种粉啊，就是那种很宽的那种，像卷粉一样。然后这个是炸的猪肉，这个是豆泡吧，还有半颗卤蛋，给的还是蛮多的，特别是这个炸的脆皮猪肉，超好喝，脆皮猪肉，也不错，可以。我这个才50铢。来到大城，绝对不能错过牙差蒙空寺。这座寺庙不仅是热门地标，也是见证暹罗王朝辉煌历史的重要窗口。一进寺庙，首先看到的是一尊白色卧佛，他没有巨型卧佛那样的气势磅礴，却像一位沉睡的智者。那股庄严祥和的气场，配上灵药的香火，瞬间让人心安神宁。整座寺庙内最显眼的就是那座超高的佛塔，据说有72米高，而且它可不是普通塔哦，是为了纪念泰国国王打胜仗建的，所以整座寺庙都充满了胜利感。我们现在已经爬到了佛塔里面了，然后这中间呢有一个就是丢硬币的地方，如果你从最上面丢下去，正好丢在它的那个正中心的那个位置的话，就代表你会得到好运。现在呢，在那个佛塔上面，其实它是可以自己爬上来的，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一些景观，还有站在这上面可以看到，就是下面非常漂亮的一些佛像。分享一个冷知识。牙差蒙空寺也是86版《西游记》泰国取景的地点之一。没错，当唐僧和悟空等人来到西天佛国的场景，就是在大城府这几座寺庙中拍摄，而牙差蒙空寺就是其中之一。哇，这个牙差蒙空寺真的超壮观！我觉得大家如果来大城的话，一定要来这个寺庙看一看。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咖啡厅呢，就是在柴瓦塔拉兰寺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景观非常的棒，它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柴瓦塔拉兰寺，即使你不用进去，也可以坐在这里喝杯咖啡就能看到。刚才我们在门口了解了一下，这个柴瓦塔拉兰寺它是要门票的，它的门票是50铢一个人。我们刚才在那个牙差蒙空寺的门票都是才20铢。我们坐在咖啡厅这里啊，看整个的那个景观，我觉得
跟我们在拉查布拉拉斯看到的差不多，我甚至觉得那个还要好看一点。这个柴瓦塔的蓝寺相对来说就比较小，其实大家可以进去也可以不进去，如果不进去的话，就在这里点杯咖啡，这里的咖啡才75或者是80铢一杯，就直接坐在这个景观位看那个寺庙就可以了。这杯是我点的卡布奇诺。其实我觉得它的咖啡比较一般，但是重点是窗外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价格在景区也不算贵，所以坐在这里喝咖啡看一下风景还是很不错。其实呢，刚才在这个咖啡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突然发现我的相机不见了，然后我们就回想起相机应该是放在那个出租车上了，所以我就马上联系了我的那个 boat 那个司机小哥人超好，他说他马上给我送过来，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小费给他了，结果他1分钱也不要，就是我觉得真的。大城的人还是蛮好的。现在呢，我们要回酒店休息了。我觉得这个柴瓦塔拉蓝寺，大家可来可不来。像是我们今天去了那个雅柴蒙空寺过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挺一般的，因为我们之前也去过马哈泰寺跟拉查布拉纳寺，那我觉得这个跟拉查布拉纳寺有一点像，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喝了杯咖啡。我觉得那个咖啡真的很一般，但是它景色无敌呀，它就可以看到了柴瓦塔拉蓝寺。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喝了咖啡，我们就没有进去了。现在打算回去休息，因为晚上还有夜市可以逛，好好休息一会儿，晚上出来逛夜市吧。哇，我们今天的夜市之旅跟昨天一样，还是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因为选择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主要的夜市区，还在我们刚才酒店就是民宿外面的这一条小吃街走，待会儿过去再看一下那边。现在我们又来到就是主要的美食区域，跟昨天一样，这里还是很多人。我们现在在这个夜市上找了个位置坐，因为这个夜市它几乎都是那种小吃摊，很多都是没有座位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点的那种铁板烧吧，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海鲜，看上去有海鲜、鸡蛋，下面是豆芽菜。大家看一下我们点的这个，我不想点太多，因为这个夜市上面吃的很多，所以少吃一点，可以多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吃的。咋样呀？一般。其实我也觉得这家好像挺一般的，在这个夜市上好吃的也有，不好吃的也有。其实，在今天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们昨天还有今天逛的这个夜市，只是他们周末的一个很大的夜市。但是我今天上网查资料，好像是这几天是他们大城的文化遗产节，可能要持续从12月13号持续到22号还是多少号，反正有9天的时间。
大家这个时间段来大城的话，都可以玩到这个夜市，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逛，非常的好吃。看到我身后的鸡公碗了吗？超大一份。然后我后面的这个区域好像是吃那个船面的，才20铢一份。刚才我们已经点餐了，它的那个菜单其实可以选的比较少，比如说它的船面就只有猪肉的，也没有牛肉的，我们就一人点了1碗船面。虽然说它分量少，但是我们还点了其他的，我们点了一个帕泰。这个是我们点的帕泰，差点忘了怎么说了。帕泰，我点的这个是原味的，原味的话它是卖50铢，如果是点那种海鲜的帕泰的话就是99铢，看上去还不错。船面就是很小一碗，我们这碗是20铢的船面，感觉只有1口。你看，这就是全部的面，那里面还有一些猪肉，还有一些丸子，其实味道还是不错，它有冬阴功的味道，然后带一点甜味。怎么样？可以。今天这个扒开正常水平，前2次我们吃的那个扒开真的不好吃，但今天这个真的就还可以，而且它上面有一些脆脆的，这个是脆的面条。大家，我觉得这个大城的文化遗产节真的巨夸张，超大，规模真的太大了。而且我们昨天逛的那些夜市的那部分区域，除了那之外，还有很大一片我们都是没有到过的。然后我们今天走这个河边，可以看到那个夜市，有卖小吃，有卖其他东西的，还有古迹可以看，就是他们就在古迹边摆摊，我觉得那氛围真的超棒。我感觉整个大城的历史文化公园现在都已经被就是这个夜市所占满，因为它规模真的超大，而且今天周末游客超多，不管是游客还是本地人，我觉得这几天都非常的多，怪不得我们之前订大城住宿的时候就很难订啊，原来是有一个文化遗产节。Hello， 我们好像来到了他们的那种玩游戏的区域。现在呢，这个区域就是那个灯光秀，而且有很多的那种灯光的装置布置在现场，非常的漂亮。
身后就是阿尤塔亚的站台。天哪，我们已经逛超久了，但是还是一眼看不到头，这个规模实在太大了，真的超热闹，而且后面还有乐队的表演。现在已经快晚上10点了，这个夜市还是很多人，而且我们从6点出来，已经3个多小时了。天哪，我觉得还没有逛完。毫不夸张地说，大城文化遗产节的美食夜市是我在泰国见过最热闹、最丰富，也最让人停不下来的夜市。从街头小吃到传统表演，一次性打卡泰国的风味与人情。白天沉浸在历史古迹与传统文化的氛围内，夜晚又陷入烟火气十足的市集狂欢。这是一个既接地气又有文化厚度的地方，每一个转角都藏着故事，每一口美食都带着节日的温度。大城不只是来一次就够的地方，我想我还会再来，为了历史，为了味道，也为了那些被点亮的夜晚。OK， 现在我已经回到了我的民宿了，然后我们大城的行程也到此结束。明天早上呢，明天上午吧，我们会在大城坐火车回到曼谷，那就是我们这次泰国旅的最后一站就是曼谷。这是我第2次来大城，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它的建筑又精美，然后又有文化底蕴，而且它是世界文化遗产。然后这里烟火气也超浓，而且我们这次来大城很凑巧的是，刚好碰上周末，他们的那个文化遗产节，他们在12月有9天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热闹。这个遗产节里面有吃的，有玩的，有看的，非常的丰富，而且规模很大。我感觉很多泰国本地的人也过来大城这边玩，所以我们运气超好，这次的大城体验非常的满意。哦，对了，刚才我们在夜市买的这个青木瓜沙拉，它里面我没想到它里面有好几只虾，大概有4、5只吧。哇，这也太划算了吧！而且这一份才多少来着？这一份才60铢，我觉得非常可以，给了好多呀。看生腌虾。我来这边吃了几次这种生腌虾了，我觉得味道都挺好吃的。那我大城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一站曼谷见。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